隧道人文节目中，我将向大家介绍一本名为《芳村洞天：邮票上的隧道与地铁》的书以及它背后的故事。众所周知，世界各国每年发行的邮票数以千计，与我亦师亦友的同行朱祖喜先生仅有半个世纪，在邮海中漂泊，不期相遇日本铁道专家集邮家富基义Hiroshi先生，启发了他专注细心收集与隧道有关的专题邮品。他在《芳村洞天》的8中这样写道：在收集与鉴赏邮品中，利用专业知识易于探索，不辞赏心悦事；而欣赏与研究又需要专业知识的深化与拓宽。这时的学习与提高，恰恰又是兴义盎然的。每当你关注的隧道、地铁建设有邮品面世，就平添一份喜悦。至于本人参与的建设项目在邮品中显现时，更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愉悦。已故的前辈刘建行院士在《芳村洞天》的序中写出我想说的话：邮票有国家名片之称，绝大多数国家对邮票的选题都很严格，因此隧道与地铁的邮票应是十分有限的。如今那么多耳熟能详或陌生少见的隧道与地铁，竟然都能在邮票上找到它们，足见其收集的广度与深度。朱祖喜高级工程师数十年来一直从事隧道、地铁与其他地下工程的防水设计与研究，是这方面的专家。他自少年时代开始集邮，到最终专辑隧道与地铁邮票，这多少也折射出他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热爱吧。而在工作十分繁重之际，能挤出时间编写这本图文并茂的画册，委实不易。400余种邮品均为诸君私人藏品的收集，自艰难不言而喻。众多的专业信息、精当的背景资料，更需要常年的学习与积累，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至于要将复杂的专业内容写得舒坦闲散，显然是很下功夫的。即使我们信手翻阅这本画册，也会领悟到内中的韵味。我曾将诸君的《芳村洞天》赠予几十位国际同行，他们都是活跃在隧道工程领域的专家。每个人在看到这本双语版《芳村洞天》时，都流露出喜悦、钦佩和感激之情。芳村洞天的问世，给了我们以小见大的机会。从芳村中，我们可以见识100年来隧道人的伟大；从芳村中，我们可以领悟几十年专注做一件事的价值，一本中国最美的一本书的价值。诸君把他毕生的收藏，独立邮票约900件，个性化邮票10余册，近300枚，全部无偿捐给了上海地铁博物馆。有兴趣的同行可以去那里领略世界隧道100年发展史和中国隧道近年迅猛发展的奇迹。我们在这里只能挑选几场饶有趣味的隧道邮票，向大家介绍其背后的故事。1985年，由加勒比海西印度洋群岛上的岛国尼维斯发行英国大威斯汀铁路150年纪念邮票一套，共4张8枚，每张由相同面值、不同画面的邮票2枚连续排印而得，画面为铁道工行者与其功绩。25分面值便是世界上第一条邓沟隧道的主要实施者Isambard Kingdom Brunel和他主持完工的 Royal Albert 大桥。关于布鲁内尔祖孙3代的故事，已经在《白云说隧》第2集中介绍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鉴赏一枚关于台沙基的邮票。邮票的下方的邮戳由一个隧道断面和台沙基的地基极限承载力示意图组成。关于台沙基的故事，可以在《白云说隧》的第1集中了解。下一张图是瑞士联邦为纪念该铁路与隧道100周年发行一张3联票。3联票左边的是1906年
行驶的 C45 型蒸汽机车，右边的是1972年在铁路上行驶的 R166 型电动机车，展现数十年来机车的演变。本图所示是横双联票，编纸上带有票题名 Saigoodha 铁道100年，中间过桥票是幅浮雕，它以细腻的笔触构画了 Fairley 殉难的悲痛场面。画面正中是躺在担架上濒临死亡的 Fairley， 抬担架的是2位疲惫、焦虑、忧伤的光膀子的工人，前者低垂着头，步履艰难，后者还不断以油灯关照，祈求 Fairley 的苏醒。这浮雕耸立在 Fairley 的墓前，而纪念邮戳则以墓地为画面。隧道的建设者按教会的纪念方式，将 Louis Fairley 安葬在北侧隧道口的小镇上，让他永远注视着洒尽心血的隧道与过往的车辆。联想到我国隧道事业的先驱者詹天佑先生，人们在青龙桥竖起他的铜像，使他与立下奇勋的八达岭隧道朝夕相伴。尽管中瑞两国文化背景有很大的差异，但后人对隧道事业的开拓者的纪念方式如此相像，耐人寻味。今天展示的最后几张邮票是为了纪念詹天佑和他的八达岭隧道。我国土木工程协会创始人詹天佑先生的专业生涯中最为知名的功勋，当属京张铁路的建设。这条自北京丰台至张家口的京张铁路于1905年9月动工，1909年8月完成。由于八达岭隧道的建成是早年我国铁路工程中最大的突破，从此詹天佑的英名与八达岭的隧道紧密连在一起。在1961年4月26日，詹天佑100周年诞辰日，国家邮电部和台湾省邮电部门分别发行了2套纪念邮票。大陆的2枚邮票的画面是一詹天佑的肖像，二八达岭隧道与驶出的蒸汽机车。台湾的2枚邮票的画面为一詹天佑和八达岭隧道，二詹天佑于1909年时的机车。邮票的选题与取材非常相似，都表达了海峡两岸人民对共同前辈詹天佑先生的崇敬之心。詹天佑先生是海峡两岸炎黄子孙的共同骄傲。